这是山寨机的基因解锁，这个屏下指纹只是一个解锁图案，你用什么都可以开，大拇指、小拇指、脚趾都可以开啊，而且根本不需要提前录入指纹。华强北的这个操作曾经是一个笑料啊，而今天时隔多日，华强北忍辱负重，终于又一次来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尖端科技——山寨机的真屏下指纹已经研发成功啊！鼓掌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档很多风趣幽默的看节目，我是刘爱。那么这个鬼东西呢，是白叔从某红色 APP 花了1000出头的价格买来的啊，来自欧家的 S29 Pro。很耳熟对吧？没错啊，型号一直都没怎么改，可能是分第几代吧，跟索尼有点像啊，马克1、马克2。按照惯例，我们先看一眼盒子，盒子倒是一直没什么突破啊。正面原装正品 ，Made in China， 侧面是 Design for You 啊，为白叔设计。因为白叔作为山寨小王子一定会去买啊，但是每次花了钱，观众还不点赞。哎呀，好，我们打开啊。首先是一盒配件，这里有一枚卡针，里面是清水套、快速指南、一张水凝膜。往下，手机台先拿出来放一边，再往下 ，C 口的耳机 ，C 口的线。华强北特产啊，接口为橙色的充电头一枚，输出功率5伏3、9伏2安、12伏1.5安，最高功率18瓦的入门级快充，收藏价值拉满啊。好，赶紧来看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欧家 S29 Pro。先快速过一遍手机外观，手机正面6.53英寸的水滴全面屏 OLED 材质，左右两侧是有一点微曲面，额头以及下巴还是比较大。但是作为一台山寨机啊，在一众大下巴的机器面前，颜值还算可以啦。翻到背面微磨砂工艺的塑料背板啊，我这个颜色呢叫做皓月银，是一个比较有质感的颜色啊，啥也没有，整体突出一个简洁。镜头模组在左上角，类似荣耀的双接环设计啊，有双层凸起，里面有2真1假的3色组合啊，分别是主摄加广角加装饰。主摄呢看起来还不小啊，据称是有6400万像素，待会儿把数试试啊。机身的侧面呢比较简单，没有找到3.5毫米的耳机接口啊，请把极为落后打在公屏上。右侧为音量大小以及电源键，电源键还有红色的装饰条用以区分。机身顶部红外发射器，底部从左往右分别是 SIM 卡槽、C 口麦克风、扬声器。整体的设计呢其实跟之前的玉屏差不多。这个造型的公模应该卖得不错，所以很多山寨机在用。就跟很多大厂一样啊。你抄我，我抄他，他抄你，甚至硬件都差不多。不过这个鬼东西不是啊，它里面的硬件大有不同，非一般的山寨。我们赶紧来看啊，首先要来测试的就是它的屏下指纹。我们来到录入指纹的界面啊，它提示我们要把手指放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试一下啊。哎，手指有汗吗？擦一擦啊。哎，我换个手指好吧。哎，我他妈中奖了吗？这玩意是坏的。哦，录入了一部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变绿了一点点。那我知道了，这玩意不是坏了，应该是识别率很低。好的，在白叔按了几百次之后啊，终于是成功录入了一个手指。我的妈呀，大拇指都要断了，求求你们了，点个赞吧！现在我们可以来试一下解锁啊。好，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再来啊，1、2、3。解锁确实是可以的，但是速度很慢啊，而且识别成功率非常低啊，这咋用哦？像白叔的手指啊，指纹算是比较清晰了，一些指纹比较浅的朋友根本别想用啊，这鬼东西就是来搞笑的，好吧？另外我还试了一下用别的手指能不能打开啊，暂时是打不开的，它真的是个屏下指纹，只不过是比较差的那种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硬件有什么不同。首先在设计里面呢，写的这些就比较常规了，什么8+128、2K 分辨率都是比较常见的假参数。处理器万年不变的 P90。
当然不可能是这个啦。我们使用白眼啊来看看真实的硬件情况。首先分辨率没有意外啊，1080P 这块屏幕之前的手机也差不太多，所以是在意料之中。那让白叔意外的是什么呢？这次的处理器为联发科 MT8788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啊。那么根据查阅的资料显示，这是联发科专门为物联网设计的 SoC， 参数在这里啊，12纳米工艺，8核心，4个 A73加4个 A53，均为2.0G 赫兹。上市时间是在2019年。性能呢，从白眼的跑分以及一些天梯图来参考，大概也就是联发科的黑六 P60、紫光展锐的虎贲 T60这些级别。然后 MT8788估计是没有适配啊，系统的流畅度很差。比方说，你们看这个文件夹啊，打开连动画都卡没了，差不多是直接跳出来。内存方面，暴力测试了一下，白眼提示大概只有3GB， 撑死不会超过4GB，8GB 是假的啊。存储呢还好啊，暴力填充之后128GB 是没有问题的。小结一下啊，硬件就是联发科 MT8788的 SoC，3或者4加128的内存组合，1080P 的 OLED 屏幕。欧加 S29 Pro 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山寨机，虚标的假货啊。比食堂的鸭脖还要假，这么多年了，某红色 APP 也是一点都不改啊。这种鬼东西在上面我看销量还不错啊，5月份发布到现在都卖了1-2万台，说明还是比较唬人的，希望各位注意不要上当了。好，那么稍作休息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号称6400万像素的相机表现如何。对比机型，我们的神机御品 M50 Pro。好的，不知道各位更喜欢谁的样张呢？不要吝啬你的弹幕评论啊，发出来告诉我好不好？最后，小白开箱保留节目，其实白叔也很好奇 MT8788 在一台山寨机上，这个游戏表现到底怎么样？不多逼逼，王者荣耀马上开始。好的，游戏解完到这边，看来刚刚性能参考的数据没有错啊，性能确实跟 P60、T60 差不多。王者荣耀高清加60帧下勉强能打完吧，最低的时候30-40帧，偶尔卡顿。对于一台没有优化的山寨机来说，表现合理。最后，其实该说的都说完了啊，欧加 S29 Pro 这台卖到1000块的电子垃圾，噱头很足啊，真曲面屏，真屏下指纹识别，各种各样。但是说的好听，白叔本来呢还以为屏下指纹已经很成熟了，华强北这么晚出，肯定是能用的，识别慢一点也没事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万万没想到啊，如此之烂。不过这个头已经开了，我估计应该会优化。而且按照这个趋势下去，继山寨机的屏下指纹之后，屏下前摄、折叠屏，不知道啊，山寨机到底还会玩出什么花？我们拭目以待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不妨点一个关注，也别忘了帮我点赞、转发、成什么的。我是小白，我们下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